叶初，赶紧把这地皮转让协议签了，别给脸不要脸！叶初，你爸跟我斗了一辈子，最后不还是两腿一蹬走了？他欠我300万，父债子偿，天经地义。你放屁！我爸连几块钱的废铜烂铁都要记账，怎么可能找你借300万？小初啊，你这脾气跟你爹真是一模一样，不见棺材不落泪。别跟他废话了，清场！把他扔进最里面的仓库，给他半个小时考虑，半小时后还不签字，直接把这破地方给我铲平！混蛋！拿下他！他已经是强弩之末，取叛军首领首级者上万斤！找死！你敢硬扛我的允同重剑！这是什么生物？天不都是神铁，神明赐下了神铁，庇佑他们。多谢神明赐下神铁，救我等水火。神明在上，渊乃戴罪之身，被帝国追杀至此，族人食不果腹，已无长物。此石乃是我等在荒野绝境中偶然挖掘所得，虽不知何物，但坚硬异常，想必是某种天地灵石。今日得神明赐下神铁，渊无以为报，唯有献上此石以表虔诚。若渊能度过此劫，来日必为神明铸造金身，永世供奉。真的是双向传送。宗渊说这石头连青铜刀都划不破，在那个没有金刚石和现代切割机的时代，极高硬度的玉石原石确实是无法被加工的，只能当做坚硬的废石。羊脂玉，这么大一块，毫无杂质的顶级和田羊脂白玉原石。现在的玉石市场上，鸽子蛋大小的高品质羊脂玉就能卖出几十上百万的高价。这已经不能用价值连城来形容了。这块石头的价值，别说300万，就是3000万、5个亿，也绝对会有人抢破头来买。天无绝人之路。叶建国、赵国强，你们想逼死我，老天爷都不答应！叶初，既然你冥顽不灵，那就别怪大伯大义灭亲了。赵总说了，连人带仓库一起给我推平。叶初，最后10秒钟，再不出来签字，我给你把房子平了！
我在城郊宏达废品收购站，城南赵国强非法拘禁我，现在正用挖掘机强拆仓库，请你们立刻出警。秦老是我爸生前结识的一位顶级珠宝玉石大亨，在收藏界赫赫有名。我爸以前收废品收到一些稀奇古怪的古迹物，都是找他长眼。小初，这照片里的东西在哪儿？这是顶级羊脂玉啊，这么大的体积，简直是国宝！我马上带人过去。秦老，这块石头就在我身边，但您最好快点。赵国强带人堵了我的门，正打算用挖掘机把这里夷为平地。反了他了！小初，你护好自己，我10分钟内必到。哼，骨头还挺硬，宁可死在里面也不签字是吧？既然你找死，那就别怪我。赵国强，你不就是要你那伪造的300万吗？钱，我有。你有叶初，你爸那点事儿我还能不知道？连你妈的医药费都凑不齐，你拿什么还300万？拿你身后这堆破铜烂铁吗？少在这儿拖延时间！误会，同志，都是误会啊！我们在讨债。哼，讨债用挖掘机强拆，全部控制住！石头呢？我的绝世美玉呢？找到了，真的找到了！秦老，表皮完整，强光打透，全是极品羊乳白，其价值不可估量。小初，这块石头秦爷爷要了，定金5000万，我现在立刻转账，后续的拍卖和切割分成绝对少不了你的。谢谢秦爷爷。现在，同志，我要正式起诉他们2人。叶初，我错了，你饶了我吧！我这是你亲大伯啊，血浓于水啊，小初。神明没有抛弃我们！神女赐粮赐刀，全军听令，报时之后，随我杀回王城。
天神庇佑，神女赐福。愿率军大破边关守将3000，缴获军粮，黄金无数。此鼎乃大荒帝国镇国祭天之器，今日愿将其夺下，连同缴获之黄金，悉数献于神女。刚之恩，愿生生世世万死不辞。这可是镇国之宝啊！秦爷爷，这么晚打扰您，您在国家考古局或者国家博物馆有认识的高层吗？小初啊，怎么了？国家博物馆的李馆长是我的至交好友，你找他有事？秦爷爷，我这里有一尊青铜鼎，4足双耳，满弓饕餮纹，带铭文。青铜鼎多大？重量保守估计2吨半，比现存最大的后母戊鼎还要大上1圈。你说什么？比后母戊鼎还要大？小初，你站在原地，千万别动，千万别让任何人靠近。我马上通知李馆长，我们这就申请专机过去。天哪，这鬼斧神工的铸造工艺！这不是商朝的文字，也不是周朝的，这是一种全新的、从未被发现过的角棺变体。而且这青铜的冶炼纯度，完全颠覆了我们对古代科技史的认知。叶小姐，你是在哪里发现它的？这尊鼎的出现，将直接填补我国历史上一个长达数百年的文明空白期，证明了在大荒野史中记载的大荒帝国是真实存在的。李馆长，这是我父亲生前从一个偏远山区的废弃矿洞里偶然挖出来的，他一直将其秘密保存，直到他去世，我清理遗物时才发现。我知道这是国宝，所以第一时间决定无偿上交给国家。好啊！叶小姐，你不仅保护了国宝，你更是我国考古学界的功臣，你这份觉悟，老朽佩服。叶初同志主动上交绝世国宝，特批5亿元作为特殊贡献奖励，免除一切税费，今日内必须打入叶初同志的账户。另外，鉴于这批文物的特殊性和后续可能的研究需求，我代表博物馆正式聘请叶初同志为名誉研究员。这座废品站即日起划为国家级1级重点保护科研基地。神明敬使，大荒皇帝震怒，斥冤为逆党妖孽，今集结3万帝国精锐，携工程车，誓要破城。渊城中无险可守，兵器短缺，然渊誓与族人共存亡。若明日城破，渊必战死至最后一刻，以报大恩。3万重甲精锐，破城战至最后一刻。宗渊，有我在，你就是想死都死不了。既然大荒皇帝想玩海战术，那姑奶奶今天就让他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属于现代工业的防御降维打击。喂，防爆大队用的高分子 PC 透明防爆盾牌，带刺铁丝网，组车钉，对，就是那种能缠死挖掘机履带的那种，给我按多吨来算，马上装车。还有，去给我弄一批2000瓦的大功率户外扩音喇叭和防空警报器，钱不是问题。叶总，您要的货量太大了，5000面高分子 PC 透明防爆盾，还有整整20吨重型工业刀片刺绳，这就算把我们片区3个总全部清空，也才勉强凑够。一切这么急，运费和人工……我刚才已经让财务往你公司公户里打了2000万全款，运费我出3倍，工人连夜装卸我给10倍加班费。我只有一个要求，天亮之前，所有的货必须一箱不少的卸在我的仓库里，少一箱，我以后绝不找你合作。呀，2000万全款已经到账了，叶总您放心，我亲自带车队给您把货送到，谁敢耽误您的事儿，我活劈了他！大荒皇帝想用3万重甲步兵和100辆工程战车去碾碎我刚刚养肥的几千个青铜时代小卡拉咪，简直是做梦。在现代材料和重工业产物面前，一切都毫无意义。大荒帝国的重骑兵在现代重工的防御利器面前，你们连一轮冲锋都撑不过去。宗渊，
接好了，这就是我给大荒帝国准备的惊喜。将军，敌军3万重甲已经完成了合围，100辆工程战车正在组装，天一亮就会发起总攻。我们城里只有3000可战之兵，城墙多处坍塌，而且大荒皇帝派人在上游截断了我们的水源，没有险可守，没有水可喝，这仗没法打。没法打也要打！神明赐我们神铁神刀，让我们吃饱了饭，难道就是让我们在这里束手就擒的吗？传令下去，明日所有人随我出城迎战，就算死，也要咬下大荒皇帝的一块肉来！誓死追随将军！是神国，神仙显灵了！3万重甲算个屁！按我写的图纸布置防御，透明的叫防爆盾挡在最前面，卷成一团的叫刀片刺绳拉开铺在阵地前50步，黑色的铁盒子叫警报器。敌军冲锋时按下红色按钮，你的命是我保的，谁也收不走。这是冰块吗？如此通透，竟然能看清对面。不对，不是冰，它不化，而且极轻。将军，这万一碎了，砍！好可怕的神盾，竟然比青铜中甲还要坚固100倍，而且轻如鸿毛。有了此物，敌军的漫天箭雨就是个笑话。将军，这东西若是铺在地上，敌军的战马一旦踩上去，必定皮开肉绽，越挣扎缠得越紧，战车更是会被直接绞死车轴。神明赐下此等神器，大荒皇帝的3万中甲不过是土鸡狗狗。传我将令，抛弃城墙，全军出城，在峡谷口列阵，把这些带刺的蛇给我布满阵前50步。所有人左手持神盾，右手神刀，让大皇帝的精锐见识见识什么叫做真正的天罚。诺！一群卑贱的蝼蚁，竟然妄图对抗天威，传朕旨意，战车迎冲锋，把他们碾成齑粉，一个活口都不留！将军，他们冲过来了！稳住！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后退半步。怎么回事？那是什么妖法？陛下，是那些银色的怪网，斩不断，扯不开，战车的轮子全被死死卡住了。废物！战车冲不过去，就给朕用箭阵把他们射成刺猬。弓箭手，准备放箭！举神盾！这不可能！他们有天神庇佑，那是仙人的法术，我们凡人怎么可能打得过？开神光！求天神收了神头吧！撤！快撤！护驾！快保护朕回京！爽！大荒皇帝虽然逃了，但他绝不会甘心把江山拱手让给一个曾经的奴隶。而且宗渊现在虽然收编了3万人，但城里的水资源被切断，这么多人，每天光是喝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断水流是吧？想把我的崽渴死在城里？既然你们玩阴的，那我们下一把就玩点更大的化学和水路魔法。
有了这些现代储水系器，只要宗渊派几个人趁夜色去地下河或者远处的湖泊抽水，城里的3万多人哪怕被围上几个月，也绝对渴不死。神女静气，水囊与抽水神机已收到，全军皆可，士气大振。然渊有罪，未能护全大局。大荒不息掏空皇帝昨日溃败后恼羞成怒，于今日强行征调全国10万重甲精锐，御驾亲征。如今10万大军已将孤城围得水泄不通，连一只飞鸟都插翅难逃，城墙多处残破，防暴神盾虽强，却难挡10万人海之重压。刀片神网虽利，亦会被敌军用尸体填平。皇帝已下达命令，明日午夜便要发起总攻。渊此生能得神女眷顾，死而无憾。明日渊将亲率敢死队冲阵，为神女做最后一搏。10万中甲步兵，在这个冷兵器时代，10万人是什么概念？哪怕是10万头猪站着让你砍，也能把3000人的刀全部砍卷刃。好一个大荒皇帝，玩不起人海战术是吧？10万人，就算你来100万人，只要你们还是肉体凡胎，还需要用眼睛看路，需要用鼻子呼吸，今天姑奶奶就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工匠为打击。叶总，您还有什么吩咐？是不是盾牌不够？我马上给您。盾牌不要了，给我换一批货。我要超高流芒的户外 LED 脉冲爆闪灯，就是那种搜救用的，对准人眼能让人瞬间致盲的探照灯组。有多少要多少，全部给我配上大容量户外电源，天黑前送到。老板，你那里有没有隧道施工用大功率工业强风机？对，风力能把人直接吹飞，给我来20台，配套的户外大型柴油发电机也要。还有建材市场那边，给我立刻调50吨最限注用消蚀灰粉，全部用密封袋装好，今晚10点之前必须全部拉到我的废品站。叶小姐，您买爆闪灯我能理解，但这隧道强风制和几十吨石灰粉，您这是要干嘛呀？这玩意儿吹起来可是会出人命的呀！要是上不该问的别问，我现在是国家重点保护科研基地的名誉研究员，只要货没问题，资金我按市场价的2倍秒结。这就是我为那10万大荒精锐准备的工业大礼包。将军，敢死队已经集结完毕，只要敌军攻城，我们就冲出去，用神刀给您杀出一条血路。是神父，神明又有恩赐了。10万人很多吗？传我军令，把这带线扇叶的大铁桶全部给我在城墙上1字排开，出风口对准城外。按照我画的图纸，把线连在发电机上，那些发光的灯穿插摆在风扇中间。等午夜敌军总攻，距离城墙不足100步时，带上我给你们的护目镜和口罩，倒柴油，按开关，把那些白色的石灰粉全部倒进风机的进风口。全军压上，踏平孤城。宗渊，朕承认你有血色妖法，但在朕的10万天兵前，你那些透明的盾牌和铁网又能撑多久？城第一个先登城头者，把金万两，封万户侯。城破之后，3日不封刀，鸡犬不留。
敌军进入200步。等。150步。等。100步，他们要开始架云梯了！就是现在，启动神光，轰开发电机！我的眼睛瞎了！好刺眼！这是什么光？天罚，是天神降下的极光了！这不可能！这到底是什么妖术？道神辉！我的嗓子咳出血了！什么东西吹进我眼睛里了？好痛，像火烧一样，喘不上气了！救命！将军，敌军彻底瘫痪了！神明之位，凡人安能抗衡？随我出城！宣称斩神面，生擒大荒皇帝者，赏千金！妖孽，那是9天之外的妖神，大荒完了，全完了！驾，快跑，带朕回京，离开这个鬼地方！10万重甲又如何？在现代工业的光电与化学防御面前，连破防的资格都没有。大荒皇帝，防御战打完了，接下来该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是现代重型机械的破拆艺术了。我要让你的青铜皇城变成一堆真正的废铜烂铁。第2天，我在废品站里开启了疯狂的网购项式，防守战打赢了，液压破拆工具、军用级别的装备就反攻。在冷兵器时代，攻城战是最残酷的，但我夜出的人怎么可能去干这种送命的蠢事儿？老板，消防特勤大队用的最高规格液压破拆套装，给我来20套。对，就是那种能强行撑开坍塌的桥梁钢板，能轻易剪断装甲车钢板的重型液压扩张器和液压剪断钳，配套的超高压电动液压泵和发电器，全部给我配齐。叶总，您这要的可是军警级别的特种重装设备啊，一套下来好几十万，而且这东西操作起来压力高达几百兆帕，您这是要去拆大楼吗？钱我已经打过去了，按双倍结算。我只有一个要求，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今晚8点前，我要在我的仓库里看到这批货。半个月后，大荒帝国皇城之下，这半个月里，宗渊率领军队势如破竹，直捣黄龙，已经摇身一变成了拥兵5万、士气如虹的无敌之师。现代重工降维反攻的终极战役，在皇城脚下轰然打响。宗渊，你这乱臣贼子，就算你靠妖法蛊惑了朕的大军又如何？这是大荒皇城，这扇青铜国门乃是用3万斤纯铜浇筑，历经100年风雨不倒。你连一台工程状木都没有，就凭你们手里的那些破刀，休想在城门上留下1道印子。这城中有粮有水，足够吃上3年。朕就站在城墙上，看着你们在外面活活饿死。哈哈哈！是啊，没有重型工程器械，拿什么破这种几万斤的纯金属大门？大荒皇帝，你以为躲在龟壳里，神明就拿你没办法了吗？神明说你的门脆得像纸，给我把神兽请上来。那是什么鬼东西？黄色的铁疙瘩，装神弄鬼！弓箭手准备，只要他们敢靠近城门，立刻射杀！举神盾，掩护破拆营。发电机，看！液压泵，最大功率开启！怎么回事？什么声音？
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神明赐法，破门摧城，全军出击，挡我者死，活戳大荒皇帝！你别过来！真是天子真有真龙护身！真龙，在神女的机械神兽面前，你连一条虫都不如。将军，皇城已全部接管，我们在后宫地下发现了大荒帝国的皇家国库。走，去国库，是时候报答神女的恩情了。这不可能！史书上的记载居然是真的。传我将令，把国库里所有的黄金、玉石、奇珍异宝，还有那些刻有文字的青铜鼎、竹简，全部给我搬出来，运到城中最大的广场上。将军，咱们要用来充当军饷吗？军饷？这些凡俗之物怎配拿来赏赐我等？这天下是我们靠着神女赐下的神器打下来的，这国库里的东西都只是属于神女一人。把祭坛给我搭得最高，今夜我要将大荒帝国的整个国库全部献祭给神明。好小子，我果然没看错你，就冲你这格局，我包你当千古一帝。叶研究员啊，这么晚了，有什么新发现吗？李馆长，我刚才在废品站的地下室又发现了一个密室，里面不仅有几十件刻着未知甲寡文的青铜器，大批失传的先秦竹简，还有保守估计超过10吨重的古代黄金，以及上百块极品玉石原石。你说什么？10吨古代黄金，大批青铜器和竹简？叶初同志，你站在那里千万别动！不，你马上退到安全区域，我立刻联系最高军区。奇迹！这是华夏考古史上的终极奇迹啊！叶初同志，你上交的这些东西，其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已经无法用金钱来衡量了。将军，我说过，只要是国宝，我无条件上交。但那些没有历史研究价值中的东西，我希望能按照市场最高价合法的帮我变现，并且我打算用这笔钱成立一家涵盖重工制造、五金建材、安纺设备以及文化遗产保护的跨国集团。叶初同志，你放心，你的格局配得上最高的待遇。从今天起，你名下即将成立的出渊重工文化集团享受最高级别的政策和安保级别，没有人也没有任何势力敢动你名下的产业一根指头。宗渊，你为我打下了一座国库，今天我送你一个强盛的文明。我宗渊不信天命，只敬神明。这天下不是我宗渊的，而是神女的。
神女显灵了！打天下易，守天下难。这些种子只要种下，秋收之时，亩产可达数千斤。那些白色的药丸，可解疫病，可救重伤。至于那些黑色的板子，放在太阳下便能发光，里面装载着超越你们时代1000年的智慧。亩产数千斤，能解绝症的神药。这是仙界，这是神女居住的神国。仙境啊，那是天神居住的琉璃世界。神女竟然把仙家面赐给我们了！传朕旨意，大荒已灭，今日起立国号为初，朕不称天子，只称初皇。在大初的疆域内，神女夜出为唯一至高无上的信仰。把所有的青铜兵器，包括前朝那扇被神女摧毁的青铜城门，全部给朕扔进熔炉！神女，沈继营已经学会了用发电机，龙正官已经将仙种播撒在城外的万亩良田，医官也开始学习赤脚医生手册。您赐下的那个琉璃仙界，我看到了，很美，美得让人不敢直视。终有一日，我会让这里的子民人人都能吃饱穿暖，我会用毕生心血打造出一个无限接近仙界的伟大文明。叶董，法院判决下来了，赵国强维持无期徒刑原判，没收全部个人财产。至于您大伯叶建国，他现在在西北的第3监狱服刑，经常被狱霸收拾。前几天还写信想求您给他办保外医师。保外就医，告诉典狱长，我每年捐的1000万改善设施费，不是让罪犯去享福的，让他把牢底坐穿。那封信直接扔进碎纸机。明白。在这个冷兵器的时代，我带来的是神的怒火，任何骑兵在这钢铁洪流面前都不过是尘埃。神女，大初的疆域已经推进到了东海之滨，全天下再无一人敢有异心。宗渊，不用跪我，你现在是天下的共主，是千古一帝，我们是一样的人。3年前，我被逼入绝境，是你送来的石头，让我有了翻盘的底气，让我建立起了属于我的商业帝国。而你深陷死局，是我送去的钢铁，让你重获新生，打下了这万里江山。在这个世界，我站在巅峰；在你的世界，你睥睨天下，这就足够了。愿谨遵神女法旨，愿在大初祝神女万世昌隆。我们没有穿越，
没有跨越时空的烂俗虐恋，我们只是各自在彼此最黑暗时为对方点亮了一把火炬。宗渊，干得漂亮！